发结婚消息给闺蜜，不小心发在了群里，所有人纷纷@周然，恭喜恭喜，相恋8年终于修成正果。然哥什么时候求婚的？藏的可真严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正热闹时，周然的女兄弟发了一条信息出来，儿子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给老子说一声？下一刻，周然在群里@我，怎么？冷战没有效果，改逼婚了。我把下个月要结婚的消息发给闺蜜秦晓后，就去洗澡了。洗完澡后，我随手拿起手机，几乎没怎么有消息的群，突然99加的聊天记录。我好奇地点开，所有人都在@周然，恭喜恭喜，相恋8年终于修成正果。然哥什么时候求婚的？藏的可真严实。先说好啊，我要当伴郎，谁都不要和我抢。我皱着眉头，心想着周然也要结婚了。夏欢突然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，儿子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给老子说一声？不孝子。下一刻，周然就在群里发消息@我，怎么？冷战没有效果，改逼婚了。热闹的群里突然被这句话震惊到半晌都没有动静，我心口一颤，连忙往前翻聊天记录，豁然发现我发出来的一条消息，亲爱的，我下个月28号结婚，记得提前请假，当我伴娘。我无语，叹了口气，在输入栏里面正打字想要解释，周然又发了消息出来，林婉，别想了，我不会娶你，你要真知道错了，就自己收拾东西自己回来，别搞些花里胡哨的。对了，回来时记得给我打包一份炒粉，你知道我喜欢的是哪家？看着周然的信息，我打字的手都变得僵硬。朋友在群里忍不住问道，不是，搞半天没有婚礼啊？周然立马回复，当然没有，我可能英年早婚吗？夏欢，我就说儿子结婚，当老子的怎么不知道？可你们谈了8年了，我听说恋爱超过10年就很难结婚了。周然，难结婚就不结婚了呗，谁稀罕啊？朋友或许都觉得有些尴尬了，好心提醒，那个嫂子还在群里。周然不以为然的发了一个狗头表情包。夏欢，好了，你们能别说了吗？林婉多尴尬啊。他周然，儿子，走，排位去。周然，你先上线，你爸爸我马上就来。又我，你回来的时候把家里收拾一下，垃圾倒了。我要打排位了，你别来影响我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把刚刚写的解释信息删除，重新编辑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在洗澡没看到，我下个月28号结婚，地点在荆州酒店，大家有空的都来。对了，新郎不是周然。说完后，我在群里发了一个红包，然后关了微信。我和周然大一时在一起的，相恋了8年。当年是周然追的我，追的全校皆知。可在一起后，却是我在不停的为他妥协。每次我们吵架，都是我低头服软，我不认错，他可以2个月不和我说话。最近一次吵架，是因为他陪夏欢通宵打游戏。夏欢是他女兄弟，从小一起长大，2个人经常开一些逾矩的玩笑。我听到最过分的一句是周然开着语音对夏欢说，这把我要带飞了，你就跪在地上给我舔。夏欢也不示弱，你要真能飞起来，我把你吹上天。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当场给他发了脾气。结果周然说我小题大做，说他只把夏欢当兄弟，小时候他们还光着屁股一起下河洗澡，他要对夏欢有想法，还轮得到我吗？我委屈的哭了一个晚上，他视若无睹，继续和夏欢打双排，打到天亮。夏欢说困了，他才放下手机睡觉，没和我说一句话。第二天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发小都结婚了，问我什么时候结婚。我突然想起前阵子，我问过周然，我说你想过结婚吗？周然笑得吊儿郎当，别想，我现在一丁点结婚的想法都没有。你要是真想结婚，就别找我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就释然了。我挂了我妈的电话，平静的起床，平静的看着镜子中自己肿得像2个核桃的眼睛。我打包好了自己的行李，在周然起床后，我将钥匙放在了门口。周然，我走了。周然冷笑了一声，一句话没说，直接回了房间。和周然分手后，我接受了家里人安排的相亲。刚开始也挺不顺利，我都想过放弃了，或许感情不能走捷径。结果没想到最后一次遇到了我理想中的爱人。在父母撮合下，我们交往2个月就准备结婚了。我曾经和周然在一起时，真的觉得结婚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，需要考虑很多，需要面临很多，但真的遇到对的那个人后，
我发现结婚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我甚至已经忘记了周然，如不是今天突然把消息发错了地方，我曾经也一直以为要忘记周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不得不承认，刚开始从周然家搬走后，我会频繁刷手机，会莫名的暴躁，莫名悲伤，食欲不振，彻夜失眠。我清楚的知道这个过程到底有多痛苦，像是有人把你拉入无底的深渊，一直往下沉，你连喘气都喘不过来。就这样，一天、2天、1个月，直到忽然有一天，我尝到了自己喜欢的味道，一口气干了3碗饭。我知道，我和周然翻篇了。次日，我和江源去拍婚纱照。江源就是我的结婚对象，30岁，个子很高，气质儒雅。他和周然的感觉完全不同。江源成熟稳重，情绪稳定，遇到事情会提前商量，和他在一起会觉得很安心，很温暖。周然恰恰相反，他热情似火，精力充沛，随心所欲。他会在深更半夜把我从睡梦中拉起来，陪他去徒步爬上，也会在我累了一天下班回家的时，毫无预兆的叫来一帮朋友来家里玩。他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，只会在意他此刻的心情。我曾经以为恋人就是互相体贴，互相迁就，遇到江源我才知道，原来合适的人是不需要去改变自己，勉强自己的。婚纱照拍了一半，我坐在椅子上休息时，接到了周然的电话。说实话，我有些惊讶，从未想过周然会主动给我打电话，更何况昨晚我发了消息后，他也没有来质问我。电话接通，你什么意思？周然冷冰冰的问我，什么新郎不是我？小把戏越来越多了。我和周然吵架、冷战、离家出走，确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我每次都试图想用这种方式让周然在乎我、心疼我、爱我，但很显然每次都失败了。甚至最后我妥协道歉，求复合，提着行李回到他身边，他也只会轻飘飘的说一句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突然自己都不明白，我当初为什么会做到这么卑微下贱的地步，像是被夺舍了一般。原来这就是恋爱脑啊，不是小把戏，我真的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你，我平静又疏远的说道。和周然笑的讽刺，林婉，我已经主动给你打电话了，我劝你见好就收，随便你信不信，我也不想解释，就要挂电话。你今晚回来时帮我打包一份我喜欢的炒粉，之前的事情就算了。说完，周然直接就把电话挂了。我真的有被气到，气他狂妄自大，还是气曾经不争气的自己？我咬牙将我和江源刚刚拍的婚纱花絮照发在了昨晚那个群里。刚发完，摄影师就催促我和江源继续拍照，我连忙放下了手机。累了一天，我和江源瘫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，好半晌才想起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关机的手机，我插上充电器，开机。一开机，无数个未接来电以及微信信息，未接来电都是周然打的，38个。微信信息主要来自于群聊。我点开未读记录，从我发出婚纱照那一条开始。卧槽，林婉真的和别的男人结婚了？不是真的吧？林婉不是非周然不嫁吗？不会真有人为了赌气，随便找个男人就嫁了吧？周然，然哥，你官方出来辟个谣啊！群里面你一句我一句，都在猜测我到底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，也有人我，但我因为手机不在身边，所以没回，但周然回了。假的，一看就是 P 的，周然笃定。我就说，林婉怎么可能嫁给其他男人？用这种方式逼婚，还是有点过了。我要是周然，我都要生气。夏欢，女人就是麻烦，净喜欢耍这些小聪明，我们男人很烦的。一个朋友忍不住吐槽，你不也是女的？我和林婉一样吗？我从小就和男人堆的好吧？你看老子什么时候会谈个恋爱，寻死觅活的？啧，来不来打排位？让你见识见识老子的厉害。来啊，一群人起哄，群聊一下就安静了。直到几分钟后，周然的一个朋友又发了一条信息，我觉得不像是 P 的，林婉笑得很幸福，看上去是真要结婚了。我看着也像，另外一个朋友也附和道，然哥，你要不要打电话给林婉确认一下？朋友周然。周然回复，要是真的，他现在还不出来证明吗？就是故意做给我看的，他这种把戏在我这里已经玩烂了。说是这么说，但我看着聊天记录的时间，周然转头就给我打电话，不停的打，我没接，
他又给我私聊发来微信，林婉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你真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？只会把我越推越远。在哪里找的个男人照片？这也没有我帅啊。曹，接电话，我让你接电话。我越看越觉得无语。江源不知什么时候从床上离开的，等我看完聊天记录时，他已经端了一杯新榨水果汁进来。先喝点果汁开开胃，我去做晚饭了，好了叫你。你不累吗？我好奇地问他。江源笑了笑，累啊，但得先把你喂饱不是？我可不舍得让你胃痛。我看着江源的背影，心口一阵暖，又一阵酸。我突然想起前不久我陪周然去爬山，两个人下山后都很累了，也是像现在我和江源一样，瘫在床上一动不想动，然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我是被胃痛醒的，醒来后就看到周然坐在床边打游戏。我难受的说道，周然，我胃好痛。周然打得正起劲，根本没有听到我说话。周然，我声音大了些，一天没怎么吃过东西了，胃当然会痛了。周然敷衍着，宝宝，等我这局打完，我给你点外卖。我不能吃外卖，我艰难的说道。我从小胃就不好，周然知道我吃外卖胃只会更加难受。那你就自己去做点饭吧。周然继续打着游戏。我忍着痛起床，走到客厅时，入眼就看到了餐桌上放着的外卖盒，俨然是周然吃剩下的，所以他自己早就吃过了。正好周然打完一局出来拿水喝，看到我有些呆愣的目光，你不是不能吃外卖吗？所以我就没叫你。周然解释，要不我帮你下碗面吧。他可能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连忙跑进了厨房。刚烧好水，周然的电话就响了起来。周然的通话声音很大，所以我听到了对面夏欢的声音，儿子跑哪去了？等你开排位呢。我给我媳妇下面，你们先玩着。妻管严啊，没出息。你懂个屁。林婉也真是矫情，他自己不会下面吗？好不容易一个周末大家都在，就你缺席。夏欢催促，你赶紧来，4个人都在等你，我们又不能4排。行行行，马上就来。周然匆匆挂了电话，转头对我说道，宝宝，你自己下面条，我都给你烧好水了，你吃完了我来收拾就行，我去给他们凑5排了。周然直接回了屋，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现在都还能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的心寒。我走出房间，靠在厨房门边，看着江源穿着围裙在厨房中做饭，这样的画面是我从来不可能在周然身上看到的。周然家境条件不错，属于只要自己不随便创业就能保他下辈子衣食无忧的那种，他父母对他要求也不高，帮他找了一份很轻松的工作，月薪5000块，所以他空闲的时间特别多，当然多出来的时间也是在打游戏，以及和朋友不知疲倦的玩乐。我很讨厌他这样的生活方式，也因此和他吵过无数次架。刚开始他还说他会改，会把重心放在我们2人身上，可后来他装都不装了，甚至还说，林婉，你别做了行吗？现在这个社会能够找到我这样的男人已经不错了。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赌博，这就打败了99%的男人。我家庭条件还好，你跟着我至少不会让你露宿街头。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曾经还真的被他以及他的朋友洗脑了，说周然就是贪玩了点，就是爱打游戏了点，但他没有其他不良嗜好，要不是校园恋爱，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。我曾经把周然带回家，亲戚们也都会说周然很好，家里就他一个独子，以后他家的家产都是我们的，少奋斗了几十年。可反观我的条件也不差，虽然没有周然家有钱，但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我爸是医生，我妈是大学教授，我是江浙沪独生女，现在在全球500强工作，年薪30万。我们之间算得上门当户对，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社会上对男人的要求已经变得这么低了，不求上进，只要安分守己，就已经是绝种好男人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觉得我找到周然是占了便宜。我爸妈就提醒过我，说周然这样的男人，真正和他过日子会很累，让我考虑清楚。那时我满心满眼都是周然，加上周围朋友的鼓吹，根本听不进去父母的话。吃饭了，江源做好了晚餐，桌子上摆放着2菜1汤，都是我喜欢的。我其实从来没有给江源说过我喜欢吃什么，只是有一次胃痛告诉过他，我胃不太好，吃大多数的外卖都会胃痛。从那之后，江源再也没有点过外卖。有时候真的就是应了网上的一句话，这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。江源家境条件虽然没有周然好，人也没有周然帅，但他务实、沉着、上进，对我无微不至，从来不会因为谁就丢下我，
在父母、亲戚、朋友面前也很照顾我的情绪。可周然呢？我第一次去他家见他父母，他可以把我丢下我关在房间里玩游戏，让我和他父母尬聊了一下午。去他亲戚家更是过分，他说几个发小约他出门喝酒，他就把我丢在了一群不认识的人之中，自己出门玩了。太多种种，我现在想起都会忍不住委屈。好在这段感情我真的放下了，那些不愉快的过往，我相信也会很快烟消云散。可我没想到，在我真正不搭理周然之后，他又费尽心思来纠缠我。我本打算对周然就这么冷处理了，没有回他电话，回他信息，久而久之，傲娇自负的周然就会觉得没意思了。然而没超过3天，周然又给我打了电话。我当时正在上班，忙着处理一个合作案，没看来电就直接接通了。怎么？终于接我电话了，那边传来周然嘲讽的声音。以前我们吵架冷战时，我真的做梦都想周然主动给我打电话，哪怕就一个电话，我也能自己给自己台阶下。可一次都没有，现在也不稀罕了，甚至觉得厌烦无比。没事儿，我挂电话了。林婉那边声音很急，带着怒气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我都给你主动打这么多电话了，你还要做到什么时候？周然，我再给你最后说一次，我们分手了，我马上要结婚了，麻烦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，我老公会不开心的。老公？周然笑得何其讽刺，林婉你别装了，你结婚是为了故意刺激我的是不是？行，我承认你这次确实有手段，我真的生气了。听不懂人话，我多说无益，我就要断挂电话。周然连忙叫住我，林婉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发誓我绝对不会。我直接把电话挂了，然后将他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号都拉黑了。想了想，又退出了之前那个群聊。那个群本来就是周然的朋友群，我本就不应该待在里面。想着已经做的这么绝对了，周然肯定不会再来找我。结果我刚下班，就看到周然抱着一束鲜花在我的公司门口。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他的所作所为。他看到我下班，连忙上前。惊喜吗？他笑得吊儿郎当。很明显看得出来，他今天特意打扮了一番。不得不说，周然还是有些帅的。当年在学校喜欢他的人也不少。当然，我长得也不差，否则他也不能疯狂地追求我。同事看到周然，都在调侃，林婉，这就是马上要你和结婚的男朋友吗？长得真帅，郎才女貌，恭喜恭喜。周然听到同事的称赞，嘴角得意的上扬。不是，我当着同事的面直接否认。周然的脸一下就冷了下去，同事也觉得有些尴尬，连忙找了借口就离开了。林婉，我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，我劝你见好就收。周然冷声威胁我，你是怎么觉得你坐在这个份上，我就得无条件的接受你？怎么，你当你是人民币吗？人见人爱，我本想大家就这样好聚好散，但周然非要这么来逼我，我何必再给他留情面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周然咬牙切齿的问我。周然，别犯贱，我们都已经分手了，就别再自取其辱了。你说我犯贱？自取其辱？周然笑得越发的讽刺。林婉，你真以为我怕失去你吗？否则呢？我扬眉看着他，我只是，周然一时背对的无言。他大概想都没有想到，他做到这个份上，我还会拒绝。毕竟换成以前，都是我自己灰溜溜的回去，他只需要冷暴力我一段时间就行。可现在他都主动了，我居然还敢拒绝他。周然，我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你，我一字一顿再次说道，所以做人吧，别像只狗一样缠着我。你……周然被我说得面红耳赤。行，林婉，记住你说的话。周然把花扔在地上，转身就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畅快。不是因为报复了周然曾经对我的种种不屑于顾，而是这一刻我真正的发现，我对周然的感情彻底放下了。我把周然扔在地上的花丢进了旁边的垃圾桶。回到家，我和江源一起做晚饭。我俩工作都不算轻松，江源现在又是事业上升期，平时都是我们一起分担家务。晚饭做到一半，我电话响起。去接电话，我来就行，江源连忙说道。我放下手中的活，看着秦晓的电话，接通。婉婉，我第一个去，你知道今天周然的朋友圈发什么了吗？秦晓很激动。我其实兴趣不大，我把他拉黑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打电话告诉你。秦晓说，周然和夏欢官宣了。
我愣了一下，虽然对于周然这个人我不介意了，但他俩突然在一起了，我还是有些惊讶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周然这狗了，虽然你俩分手了，大家各自找也不可厚非，但他居然选择夏欢这个汉子婊，也真是饿了。秦晓讽刺。反正不关我的事儿，我不说了，我去陪江源做晚饭了。我把朋友圈截图发给你，不能我一个人辣眼睛。秦晓挂了电话，随后就发了几张截图过来。截图是周然的朋友圈，文案是兜兜转转，原来那个人一直在身边。照片是周然和夏欢的贴头照，下面还有很多朋友的评论。然哥，你别吓我，怎么突然想不通了，要和夏欢在一起？受什么刺激了？你不是说和夏欢只是兄弟吗？该不会是林婉要结婚了，然哥受不了了吧？这条评论下，周然单独回复了，林婉结婚关我屁事，我们早就分手了。还要感谢林婉的退出，否则我永远都发现不了，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夏欢。周然的回复下，秦小辣评了一句，渣狗，什么屎都吃。周然大概是被气疯了，连发几条对秦晓。秦晓，你说话放尊重一点，你以为林婉是个好东西，刚和我分手就和其他男人结婚了？他无缝衔接你懂，遇到林婉也是我倒霉，不过也好，没有他的对比，我也不知道夏欢居然这么好。我淡漠的看着截图记录。江源端了一盘菜出来，看什么看得这么入迷？周然官宣的消息，我没有隐瞒过江源，我和周然之间的事情，他也不介意，毕竟我们都在一起时年龄都不小了，不可能没有过前任，他也有。他的前任丢下他出国了，要不然以他的条件，也不至于30岁了还在相亲。挺好的，江源笑了笑。我皱眉看着他，免得他后悔了再来缠你。江源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，要你真的跟他回去了，我得哭死。永远不会。不过我也松了口气，想着周然不会再来烦我了。那之后周然确实没有再来烦我，但是夏欢开始不停作妖了。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夏欢发的信息，这是你的东西吧？你还放在周然家里是什么意思？想勾引他吗？照片里面是我的一件黑色内裤，那天走的时候我收拾了所有的柜子，但忘了收拾阳台上了的晾晒物，等我想起时，我也懒得为了一条内裤再单独跑一趟，想着周然发现了就会扔。我回复夏欢，扔了吧。夏欢又发来信息，这是你和周然的套套。我无语了，这种东西没用完的自然就放那里了。夏欢，不是我喜欢的牌子，你要不要？不要我扔了。我扔吧。夏欢，周然说家里的床单被套都是你买的，你还要不要？我不习惯睡别人睡过的。我扔。对话框里面夏欢还在编辑，我实在不耐烦了，你看不顺眼的偷偷都扔了，不用问我，对我而言放在周然那里的东西都是垃圾。我以为我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，结果下一秒夏欢就打了电话过来。林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谁垃圾？夏欢质问我。怎么？因为我和周然在一起，你恼羞成怒了？我真的无语透了。你和周然真是天生一对，我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，真的，绑死吧，别出来祸害人了。你……我挂了电话，把夏欢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号也拉黑了。那之后，我终于清静了一段时间，也到了我和江源结婚的日子。秦晓作为我的伴娘，全程在我旁边。我还在化妆时，她忍不住疯狂吐槽，婉婉，你是不知道夏欢和周然在一起后有多奇葩。我不是和周然的一个朋友是同事吗？关系还挺好的，他现在每天的乐子就是和我吐槽周然和夏欢。然后呢，反正无聊，我就当听八卦了。夏欢跟周然官宣后，夏欢就在他们那个群里面宣示了主权，还扬言谁要是再敢约周然打游戏，特别是女的，他会直接掀了对方老底。我听笑了，当初他不是缠着周然打游戏吗？对啊，这人就是双标啊。说是那个群里面的朋友都没搭理他，就他每天不耐其烦的在群里发信息，一边威胁所有人不能去打扰他和周然，一边又要在群里秀恩爱。最搞笑的是，我同事说夏欢还跑去周然的公司闹过，就因为公司一个新来的实习生晚上给周然打个电话问工作上的事情，第二天就跑去把人家小姑娘骂哭了。你说这人是不是很莫名其妙？还有更离谱的，夏欢跑到周然家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说，他们想要他和周然结婚的话，必须准备30万的彩礼，一套房子，还有一辆车，房子车子都必须写他的名字。
如果想要让他生孩子，就50万一个，少一分就不行。我听说差点没有把周然气死。这不，还没有交往到1个月，两个人就在闹分手了。秦晓说的口沫横飞，在一起容易，分手哪有那么简单？夏欢可不像你一样好打发。周然说分手，夏欢就闹自杀，在群里面也是要死要活的。有朋友开玩笑说，他以前不是说过不会为了男人寻死觅活的吗？结果那个朋友差点没有被夏欢骂死，说他就是想要拆散他和周然，还说周然现在这么不求上进，全是他这朋友害的，总之让周然非常下不了台。我听着就真的像是在听笑话，不可厚非，也有点幸灾乐祸。毕竟当初我在夏欢那里也吃了不少哑巴亏。婉婉，还好你和周然分手了，及时止损。秦晓由衷的说道，要不然你现在肯定还跟他耗着，女人有几个青春能这么浪费？我点头，现在想想还真有些心有余悸。如果我还一直在周然身边，那我可能真的这辈子就耗过去，我都不敢保证我还能有下一段人生。婚礼上，我挽着江源的手走上舞台，司仪正在问我愿不愿意嫁给江源时，周然突然闯进了婚礼现场，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他，看着他满脸的慌张。他说，林婉，我想通了，我这辈子都离不开你，你别嫁给他，嫁给我，我娶你。说着，周然就拿着戒指冲上了舞台，单膝下地跪在了我的面前。所有人都被他的举动惊呆了，我也是，我都没想过这种电视上才会发生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我半天没说出来一句话。周然真诚地说道，婉婉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冷落你，不该一天都玩游戏，我发誓我以后都改，你嫁给我好不好？我真听笑了，我真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和夏欢闹分手的事情气糊涂了。只要你今天跟我走，我保证对你重新交男朋友的事情既往不咎。周然，你有什么资格追究我？我无语地问他，我和江源在一起，我们结婚，都是我们分手后的事情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周然慌忙地解释，我是怕你有心理负担，所以给你保证我不会在意你的过往，而且只要你今天跟我离开，我答应你我们马上就结婚，行吗？当然不行，你是谁啊？我干嘛和你结婚？我冷笑。我知道是我之前让你伤心了，你才会说这种话，我也知道是因为你和赌气才会随便找人结婚，我了解过了，他没有哪一点比得上我。周然说的理直气壮。我本来没生气，这一刻是真的生气了。周然，你到底哪里这么大的脸觉得自己很优秀？我家庭条件好，长得帅，还这么爱你。家庭条件好？有多好？周然，我们在一起整整8年，我除了住在你的房子里面，我没有多花你1分钱，甚至于家里的开销都是我在负责，你拿过1分钱出来吗？你每个月5000块的月薪全花在游戏上了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是我家里的资产，反正最后我爸妈不在了，都是我们的。呵，你爸妈不在了？周然，你爸妈不在时，你多大了？你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更需要钱吗？还有你说你长得帅，讲真，你读书那会儿是挺帅的，但你不看看你一天在家里面不洗头不洗澡，满脸都是油的样子。周然被我说的难堪。林婉，你非要当着这么多人，这么不给我面子吗？对，非要。我不缓不急的继续说道，周然，你说你爱我，所以怎么才算爱呢？嘴上说说吗？家里的家务你从来不做，有朋友约立马丢下我，和女性朋友开一些不合时宜的黄色玩笑，在我胃痛感冒的时候，游戏永远排在第1位。我改，以后我都改。不需要了，我冷漠的说道，因为已经有人做到了对我所有的好。我转身面对着司仪，我大声说道，我愿意嫁给江源一辈子，从此不离不弃。司仪连忙也恢复了他的专业。那么我正式宣布，新郎和新娘结为合法夫妻，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。在所有人起哄下，江源深深的吻向了我。等我们吻完之后，周然就离开了。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嫁给了我想要嫁给的那个人。后来我还是陆陆续续听到了周然的一些消息。周然和夏欢还是分手了，分得非常不体面。夏欢屡次用自杀来威胁周然，周然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提分手的事情，而夏欢也越来越得寸进尺。他要求周然下班后必须时时刻刻在他身边，打电话必须在5秒之内接通，还时不时就给周然的父母打电话让他们拿钱花，说周然工资根本不够他们花销，
他们不给钱，他们就只有饿死。周然父母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个小家庭了，得自己为自己的家庭努力。夏欢直接就怼了回去，说这年头女人都活得清醒了，男人没钱还谈什么恋爱，结什么婚。周然父母被夏欢气得差点神经衰弱，倒也真的拿夏欢没有办法，每个月不定期给夏欢打钱。就这些，夏欢还觉得不够，他每天都要查周然的手机无数次。有一次，周然给我的微信号发了个信息，林婉，我发现我还是忘不了你。我拉黑了周然，根本看不到他的信息。结果夏欢却用陌生号码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勾引周然，说我都是二手货了，怎么还好意思勾引周然？我简直觉得我撞了鬼，遇到了夏欢这个颠婆，比周然还要神经病。好在也就只有一次，后来听说周然给夏欢发了很多大脾气，说他要是再来打扰我，就算他真的自杀，他也会和他分手。大概是被吓到了，夏欢没有再找过我麻烦。而他们之所以最终还是分了手，是因为周然家破产了。周然的爸因为投资失败，把家里的钱全部都亏完了。夏欢知道后，突然就好像不那么爱周然了，对周然的态度立马就变得冷漠了起来。没多久，夏欢就提出了分手，但这一次周然没有同意。他不爱夏欢，可他的生活早就被夏欢打乱了，他也认命了和夏欢在一起。他甚至自以为夏欢真的很爱他，他没有娶到自己喜欢的女人，但娶了喜欢自己的女人，他也能勉强接受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家一破产，夏欢就要和他分手。他原本还可以给朋友吹嘘，说夏欢离开他就会死，所以他没办法，只能放弃我，和夏欢在一起。然而夏欢的无情，将他最后一丝颜面都给撕烂了。他坚决不同意分手。夏欢可不会惯着他，管他同不同意，他收拾东西就走了。还在朋友圈群里广而告之，周然还放不下林婉，那我就不奉陪了。周然气得要命，也用夏欢的方法闹自杀。夏欢直接将他的行为挂在网上，别这么不要脸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，你要死不用通知我。周然和夏欢在网上吵得很厉害，两个互相揭老底。夏欢骂周然，说他是寄生虫，一点本事没有，只会靠父母，现在父母倒了，他就活不了了。还说周然那方面不行，难怪我当初要和他分手。周然骂夏欢是个汉子婊，把自己打造成男人婆，其实比谁都骚。还说夏欢见钱眼开，只要有钱随便睡，身边的朋友也没有劝的，就看他们狗咬狗。后来也不知道多久，两个人大概吵累了，没吵了。但很久之后，还是有人谈起他们的奇葩事儿，成了饭后茶余的笑料。我再见到周然，也是1年后了。我看到周然在夜市卖烧烤时，我以为我看走眼了，毕竟眼前的人和之前的周然大相径庭，而且周然再不济，也不至于沦落到夜市烤烧烤的地步。他们家不可能一破产就1分钱都没有了，更何况周然还有稳定工作，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失业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周然只会煮面，其他都不会，烧烤可是一项技术活。当然，时间可以改变一切。事实上，周然会有这么大变化，我也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。周然看到我也很惊讶，还有些窘迫。他支支吾吾了半天，才问我想吃什么，我请客。我终于还是没有忍住好奇，你这是兼职？全职。周然说，和夏欢分手时闹得不太愉快，被公司开除了。那你家里真的就1分没有给你留？周然自嘲，我爸破产后，我和我妈才知道，我爸在外面早就有了个私生子，只比我小6岁，一直在国外。我爸一出事，他就把所有财产转给了私生子，我和我妈1分都没有。原来如此，是不是觉得这都是我的报应？周然笑着问我，当初你劝我要上进，我不听你的，我觉得反正我爸就我一个儿子，他的财产不留给我留给谁？现在我才知道，我爸之所以不管我，是因为他把所有的重心培养都给了他私生子，财产转给他，也是因为我爸觉得他更可靠，要是给我，这个家就真的完了。我沉默，却忍不住点了点头，倒不是落井下石，是真觉得最后会变成这样，确实是周然自作自受。吃什么？我请你。周然问我。不用了，我拒绝，就是路过而已。怎么，看不起我的做的东西？我现在可不同原来。周然开玩笑。不是，我怀孕了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刚刚有点嘴馋，想吃，现在突然又不想吃了。烧烤对宝宝不好，下次吧。周然点了点头，眼眶似乎有些红。
我挽着江源的手直接离开了。对于无关紧要的人，就没必要去在意他的七情六欲了。我们走出好几步，我恍惚听到了周然压抑的哭泣声。江源回头看了一眼，他好像哭得蛮厉害的。那我回去，我笑。想都别想，江源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，我们相拥着离开。别人的日子怎么过都是别人的事情，我们只在乎我们彼此。还有即将诞生的小天使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